holiday cruise。已有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圣诞新年假日邮轮系列的推荐，由于内容涵盖了南半球的澳洲、纽西兰、南美洲、中南美洲、北半球的亚洲、北美洲和欧洲，我希望把每一个的推荐亮点与适合人群尽量的讲清楚一点，怕你来不及做笔记，便把内容分为了上下两集。有 Holiday Cruise 旅行习惯的观众可一定要密切留意哦。Hello， 又来了。假期热门的航线船票当然很紧张，早订早订早订，但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提前很久预订船票，遇到订票后降价了，那该怎么做呢？因为必须 case by case 来分析对策，请私信给友单独咨询，一个人少则几百，多则大几千，协助我的粉丝拿回应得的差价，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说在上一集中看到的南极是大自然的奇迹，那么巴拿马运河就是人类创造的奇迹了。这条水道不仅缩短了地球两端的距离，也成为了文明和贸易的纽带。巴拿马运河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人类对自然挑战的勇气。刚巧圣诞新年期间，这个如此靠近赤道的航线，正是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时期，北半球的乘客可以轻松搭乘邮轮前往。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节假日的机票成本和飞行风险便可以大大降低，懂的人怎么能放过这样的天时地利呢？Carol Princess 2003年建成9万吨，2024年的12月19日至2025年的1月4日全程17天16晚，从太平洋起航，在北美西海岸的美国洛杉矶登船，南下途经墨西哥的多个城市之后，穿过巴拿马运河到达大西洋后，一路北上，最后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下船。这个贯穿太平洋、大西洋的巴拿马邮轮航线，正是邮轮行家们口中的 Food Transit， 真正顶级邮轮玩家的首选。因为只有这样的穿越，才能真正体会到1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与勇气。直到今天，现代人类依然在享用着当时古人们种下的果实。Celebrity Beyond 适合又想尝试新款大船，又希望船上设施更现代，互动更有朝气，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穿越巴拿马运河的你。2024年圣诞新年期间，又为你选择了2022年建成14万吨的 Celebrity Beyond， 它应该是巴拿马运河上最亮的仔。自2016年巴拿马新航道开通后，虽依然对于可通行的船只有着长宽吨位的限制， Finally 终于1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邮轮也可以驶入巴拿马运河的航道了。在12天的航程中，邮轮从北美佛罗里达州的佛罗里达往返，停靠中美洲巴拿马重要的城市科隆，还有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建于16世纪的卡塔赫纳，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还会停靠属于荷兰的伯纳尔岛、阿鲁巴和库拉索。也许只有你亲身前往，才会明白17世纪时英国人不怕打破头都奢望从荷兰人手里抢下这些土地的真正原因。如果你不立志于非要 Food Transit 巴拿马运河不可，在2024年圣诞假期的这个中南美洲之旅，应该也会让你终生难忘。巴拿马运河航线的敲黑板时间到。1. 如果你把穿越巴拿马运河古航道作为此生死之前必须要达成的目标，那么请你老老实实订购15天以上的可进行 Full Transit 的巴拿马邮轮航线，不要被大吨位的邮轮所诱惑哦，特别是这种大部分人一生只会去一次的地方。
2. 无论你订购的是 Full Transat 还是部分的 Transat， 航行穿过运河河道的部分始终是整个行程的重点，特别是 Full Transat 前后差不多要经历一整个白天。如果你订购的不是阳台房，那么只能早早的扛着烈日霸占住甲板的最佳观赏点，想来似乎有点辛苦哦。在海外的亚洲观众肯定非常的关心，圣诞新年期间有没有什么邮轮行程可以在返回亚洲探亲访友的同时，顺便达成你以旅行目的地为目标的旅行计划呢？邀上家乡的亲友们一起在邮轮上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新年呢？也有挑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竞品，特别是居住在台湾和新加坡的观众，你们要注意咯。如果你已经厌烦了在海上吃喝玩乐飘几天，停来停去就是那么几个港口的纯亚洲市场的短途邮轮航线，有接下来介绍的应该是可以打开你的思路哦。是时候在离家并不远的地方尝试一下更深入的靠岸、更长途的航线了。来看看这个2022年全面翻新过的 Norwegian Spirit， 75000吨的身材，可以载客2000名。2024年的12月22日在台北的基隆港出发，总共15天14晚，经过台湾的花莲、高雄，停靠菲律宾的沙漠阿格、马尼拉、科隆、长滩、巴拉望，马来西亚的亚比，文莱的斯里巴加湾，越南的胡志明市、芽庄，最后在2025年的1月5日到达新加坡。在整个15天14晚的邮轮行程中，只有2天 SC， 可见它上岸的频繁程度。只有2000名乘客的载客量，着实可以让你的上下岸变得轻松快速很多，以最经济最轻松的方式，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到最多的地方。只有在农历新年才能放假的你，接下来的2个行程介绍就是你的菜哦。同样是在2022年翻新的77000吨的 Norwegian Sky， 载客人数2000名，在2025年的1月27日在台北的基隆港起航，停靠台湾高雄、菲律宾的萨洛马盖、马尼拉、长滩、巴拉望、马来西亚的亚庇、文莱的斯里巴湾、越南的芽庄、胡志明市，最后在2025年的2月8日结束这一个13天12晚的邮轮行程，到达新加坡。Celebrity Millennium 2000年建成，2019年重新翻新，9万吨，可以承载的乘客人数是2200人。1月26日从印尼的巴厘岛上船，有个非常精辟的形容方式来描述巴厘岛：静、静、懒、蓝。13天12晚之后，2月7日在新加坡靠岸离船。途经印尼著名的同时拥有白沙滩和活火山的龙目岛 Lombok， 还有 Selukan Bawang 这个保留了传统的印尼渔村风情的神秘村庄，你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地渔民的原生态生活。在马来西亚停靠的是吉隆坡、兰卡威，并且在槟城停靠2天1晚 overnight， 最后来到泰国的普吉岛，再停靠2天1晚。这样一来，再也不怕流连往返错过开船时间了，你有1整晚的时间可以浪哦。在已有亚洲邮轮推荐的那一集中，也特别提到过这一个航线。好的行程总是被留在最关键的时刻才起航，大家似乎也应该摸到了一些规律了吧？夏威夷，大自然的杰作，同时那里也是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土地。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波利尼西亚人开始穿越太平洋，最终到达了夏威夷。他们带来了悠久的航海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语言，这一切在夏威夷的岛屿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今天的我们不只是享受自然的馈赠，更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夏威夷文化。
圣诞新年假期对于北半球生活的人们来说是逃离冰天雪地，冲向阳光海滩度假的好机会。而全世界这么多的阳光海滩，夏威夷属于邮轮稀缺航线，不早定又怕你会后悔。圣诞新年假期时光那么宝贵，我一定要推荐最高效最值得一去的航线给大家。如果对这个航线比较陌生的观众，请记得去复习一下有这一个视频。也正是因为这个航程，全世界没有第二条邮轮可以走。如果你以为这是你曾经认识的 NCL， 或者把它当作普通的豪华邮轮，那么光鲜亮丽，那么美食如云的话，可能就会让你失望哦。不愁卖也是它的一大特色，但是如果你抱着为了它独一无二的行程本身，它会比大多数的星级酒店要好，要方便得多。对这个航线已经志在必得的观众们，请你们记录好这2个出发日期，是时候下手了。2024年的12月21日和2024年的12月28日，搭乘2022年重新翻新过的 Pride of America 8万吨，可以承载2186名乘客，8天7晚往返夏威夷檀香山。看到没有，这8天7晚没有任何一天在海上 SC， 每天都可以靠岸环游夏威夷4大岛。欧洲邮轮航线到了每年的圣诞新年，几乎所有主流的邮轮公司都暂时退出了这个海域，养精蓄锐，等待来年旺季的到来。除了几家欧洲当地邮轮公司还在运作地中海航线，以满足当地乘客的度假需求外，你知不知道还有一条欧洲航线到了这个季节才能展现出它真正的魅惑力？它一年中只有一个季节，春季。它是平均每年接待超过1500万游客，拥有阳光海滩、沙漠、火山、原生态丛林、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满足不同层面、不同年龄游客的需求。浩瀚纯净的星空也成为了全世界观星爱好者的天堂。更重要的是，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非常的友好。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地方的是著名的作家三毛。这里就是被誉为咏春岛屿的 Canary Island 加纳利群岛。加纳利群岛是由西非沿海的7个主要火山岛屿组成，距离摩洛哥仅仅只有100公里，但是它却属于西班牙的领土。对了，如果你拥有申根签证已经足够了。也有曾经提到过希腊群岛、夏威夷群岛、纽西兰南北岛等多个由岛屿组成的旅行目的地的玩法。对于第一次选择前往想一次就大饱眼福的游客来说，搭乘邮轮绝对是最高效、最经济、最安全的选择。那在2024年到2025年圣诞新年假期期间，也有为你推荐这几个航线。Celebrity Infinity 2018年重新翻新的91000吨的邮轮，总载客人数2170名。2024年的12月21日至2025年的1月2日往返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总共13天12晚。在2024年的圣诞新年假期，开启一场西班牙北非之旅。首先停靠的是 Canary Island 以火山地形和黑沙滩而闻名的兰萨罗特岛，然后停靠的是 Canary Island 7个岛屿中最大的那一个，我们称它为大加那利岛。最后停靠的是 Canary Island 的特内里费活火山提德大峰，每一年慕名前往的游客仅次于富士山。离摩洛哥那么近，当然要去一下卡萨布兰卡、丹吉尔，绕回西班牙海域停靠马拉嘎和卡蒂斯，在2025年的1月2号回到巴塞罗那下船。 Cunard Cruise Line 冠达邮轮公司，它可是已经超过10年没有造新船了。又一架以女皇命名的邮轮 Queen Anne 将于2024年的5月正式起航，113000吨，可以承载2996名乘客。比起冠达一贯的造船风格来说，这次乘客的人数可密集了不少。但是冠达邮轮公司在新船介绍上可是对自己这条新船的服务升级标榜不已。那已有的观众中，如果忍不住尝鲜的，可一定要来告诉我你的感受哦。不管怎么样，相信很多中意可纳邮轮风格的乘
客应该已经迫不及待地订好了相关的行程了。如果您想与这条新船 Queen Anne 一起度过她一生中第一次海上圣诞新年的话，现在还不下手，你等什么呢？从2024年的12月22日至2025年的1月5日，总共15天14晚往返英格兰的南安普顿 Southampton。 比起刚刚介绍过的 Celebrity Infinity， 它还可以去到加那利群岛中最古老的岛屿之一弗卢维特拉。完成加那利群岛的4大岛的巡航之后，会去到葡萄牙的马德拉岛 Funchal， 最后停靠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回到南安普顿码头。同样的这一个行程，只要早出发2天，晚回程2天，就可以把本身往返南安普顿的行程变成往返德国汉堡。闻名遐迩的德国汉堡圣诞集市，是不是可以让你多一个前往汉堡登船的理由呢？住在德国汉堡的观众就可以在家门口轻松开启这一场加那利群岛的圣诞新年之旅了。好了，今天的推荐中肯定有你计划中和你没有想到的，如果又没有提到你心目中所想的内容的话，请给我留言哦。看一佑的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拜拜。